师祖，元彻来信了，请随灵力指引前行。鱼上钩了。什么鱼？是千缕吗？你不必忧心这些。我想知道。念九，你快告诉我。这施家灵山地域呢，甚为广阔。即使师祖转换了诸多傀儡人前去寻找，亦要耗费不少时间。所以师祖便故意让元彻以他的灵力破坏施家灵山，这样就可以引起施千缕的戒心。哦，如此，施千缕必会派人前往灵火藏匿之处加强防备。我们只要悄悄跟着他的人，便能找到新生灵火所在。你留在这里，我去就回。不，你伤口还没有恢复，我也去。虽然不一定能帮上多大忙，但是我同你一起，总比我一个人胡思乱想要好吧？只此一回。走。袁公主，我施家随行弟子已就位。好，随我前往五峰山。是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回禀掌门，弟子已召集300高修为弟子与您同行。旭儿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已准备妥当，孩儿随时可以带亲信秘密前往太微山。很好。原来那老东西把灵火藏在了太微山。你怎么料到五峰山没有灵火的？还知道他们会分2路？五峰山也有先前布下的傀儡人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能通过傀儡人感应到凤山血脉的踪迹，所以你一早就知道五峰山没有灵火，同时又料到施千缕不放心真正新生的灵火所在，定会派人前往守护，所以他会分2队人马，一方诱你入局，一方去守护灵火。因此你干脆将计就计，命袁彻佯作中计，同时在施真旭身上施以追踪术，让他给我们带路，避免我们大海捞针。天资聪慧。司马家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待我父亲找到这里，你必死无疑。这庚辰仙符必定是我们施家的。不能杀了你为雪儿报仇，是我唯一的遗憾。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暗雪是施千缕杀的，跟我们师祖没有半点关系。不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司马教的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！刚养好一点，又流血了。无妨，方才你做得很好。既然动手了，更应该练一练。杀了他。不要吧，我不要。司马家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厮守？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不要！
你为何要这般于我之气？我说了你也不理解。我的确不解，那施真旭对我们心存杀意，又那般羞辱你，我才要你亲自动手。我知道你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会被人杀的环境中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我也想坚持不到绝境不杀人，这不行吗？庭燕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那你想如何？我从来没有阻止或者强迫过你做任何事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可对于我而言，从来只有想做和不想做，没有不能做。对我而言，杀人就是不能做的事。你可以不喜欢杀人，但不能不会，否则便是被人杀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。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家吗？师祖，施真旭所行方向应是灵火之处。您今日转化的施家傀儡人，也已经在附近的灵山为您查探灵火的下落了。我也去查探一番。我同师祖一起去。不，你在这里护着他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次灵火果然在此处。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师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，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，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愈盛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。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。
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，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。 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焦二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焦二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、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那灵火仿佛无底洞。 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 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。 死了，不好！司马鄂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施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施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施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施拥有伙同他的弟子10千旅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。 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，同时，石拥有与10千旅暗中打造了白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簇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。 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，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10000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。 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千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你能如愿了。怎么就你能抓到那些鱼？
这个才叫摸鱼。什么都不做。反正我是什么都不做了。谁能给我抓到好多鱼，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我超喜欢、超崇拜的。会抓鱼的男人也太帅了吧，好让人有安全感。能抓到的都是超绝厉害。别废话了。辛苦了，过来我给你擦擦汗。这点小事还不至于让我出汗。来嘛。你蹲低点。这些鱼别都烤了，给我熬个汤吧。你要吃啊？我自己抓的鱼，我不能吃啊。能，是什么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开口要吃了呢？是你这能美容养颜的鱼呢，还是我这个咸鱼呢？多嘴。人间美味，不对，仙界珍馐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鱼啊？外表酥脆，内里软糯，又鲜又香。你的汤好喝吗？你自己尝。简直好喝的舌头都要掀掉了。好喝。它应该登上《舌尖上的仙府》，能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都觉得好吃。原来是因为这里的食材真的很好，我随便这么一搞都这么好吃。明日我要继续出门，用你的话说，就是搞事业。此行需费些时，你要是有任何想带的，随时跟我说。你放心吧，我还有你给我的流光镜，你安心去搞事业吧。不止你的气息，你的这张脸我也很讨厌，偏偏你还是个化神。既然这么没用，那就把你的修为悉数奉献给我吧。无冤无仇的，别再为难我了。我要是不好受，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笑话，我全身都是天级的防御法器，凭你一个区化神，能奈我何呀？这是什么邪术？居然能够伤我！什么邪术？我不是故意破掉你的防御法器的。你还不是故意的？你怎么这么狂？你怎么这么狂妄？韩道君叫风道君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把他的骨头全打碎，但是不要打死他。等我玩够了，再回来取他性命。叶公主，你们这是要给月公主送药？回叶公主的话，是少公主昨日受了点冻伤，看着只是抹了药立刻就能好的小伤，但不知怎的，寻常治冻伤的灵药都没有用，这才向师掌门求了些偏门珍稀的药来。不寻常的冻伤？
可是少公主与他人起了冲突。对，那丫头现在还被少公主关在别宫里呢。可否带我见见她？是。她是谁？她说自己是夜游宫的大小姐。她体内有着极寒之体带来的特殊灵力。既然司马娇能将庭燕化作水獭，那么将她变成另一个人的模样，也并非毫无可能。你们抓到她的时候，就她一个人？对，她身边除了些不中用的小护卫、小侍女，没有别人。这是被高阶术法所伤，普通的术法根本无法治愈。这外伤也就罢了，内伤怎么也那么严重，实在是过分。需将庭燕带回宫才能疗伤。可是庭燕在这里，是抓住司马娇的最好时机。走吧。那女子果真是廖廷燕？是。若师掌门能提前埋伏，定能引来司马娇。立即通传各个宫门，即刻出发。一得到消息，我们就赶来了。是司马娇的行踪有了消息吗？各位公主，司马娇如今有伤在身，功力大不如前，围捕司马娇一事，今日势在必得。你这是以我儿初回性命做诱饵，你拿什么保证他的安全？月公主，以司马娇现在的伤势，就算我打不赢他，至少也可以跟他打个平手，足够让我们完成封印，救出你的女儿啊！月公主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事成以后，你就是八公之首了。那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我儿再不走，我儿性命危矣。出发！庭燕，廖廷燕有难，八公异动，子留山郊。师祖，我陪您一块儿去吧。您重伤还未痊愈，有我在身边，多少有个照应。此行怕是10千里的陷阱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庭燕是我的好朋友，您是我的主人，随您去救庭燕，面酒义不容辞。你站在那干嘛？少公主，衣服做好了，您试一试吧。有什么好试的？可这衣服，您的功力没了那些弟子，我的功力增长果然慢了许多。我前2天抓回来的那个化神期的丫头呢？是，还关着呢。让韩道君把她给我带过来。庭燕，庭燕，你还有多少伤？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好多伤。
方才是我处理的太轻了。如果知道那些东西这样伤你，就应该让他们死得惨一点。好啦，别生气了，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险了。今天的事情，让你害怕了没？不怕。都这样了还不怕？那我应该说害怕吗？你看，你的伤口愈合的还不错。可是我还有好多内伤呢。其实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得更快，就像当初你治好我那样。哦，你说的神教啊？不止这些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被烧死了！这就是我日日夜夜在承受的灼烧之痛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在这里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。这样的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若是疼痛难忍，可以向我倾诉，不许忍着。下一次若再像这般受伤，我就杀了。让你也舍不得。你的真理告诉我，你心疼我。
公主，二小姐带到了。姐姐终于肯放我出来了。苍兰，我已经和师掌门联手，一起取司马娇性命。真的吗？嗯。如此听来，师家权尊势重，又对姐姐有所怀疑，姐姐定要小心提防。不如这样，我可暗中搜查师家把柄，以免我们势单力薄，遭人挟制。不必了，你在这里守好阴之宫便好，一切有姐姐在呢。可是……好了，你不要操心这些了。咱们姐妹俩许久未见，聊点开心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。连掌门，经过近日密探，暂未发现叶公主有勾结司马娇的苗头。继续盯着，这个人不可全信。是，还有，叶公主之妹叶苍兰似乎欲寻施家把柄以反制我们。那叶苍兰素来任性妄为，恐对我们计划不利。先不动他。叶入岭这把趁手的刀，我要牢牢地把握在手里。醒了。可有好一点？哎呦，我头好痛，哪里？我脖子也好痛，肩膀。肩膀。逗你玩的。你喜欢这里吗？还行吧，吃食倒是比学府里的好吃。可惜忙着应付他们了，都没有吃好。以你如今的修为，根本不需要吃这些，除了一饱口腹之欲以外，没有任何益处。我吃东西就是因为嘴馋啊。要满足口腹之欲的乐趣，我的确不能理解。一个人要是连好好睡觉和品尝美食都做不到，生活一定少了很多乐趣。我建议你多品尝些美食，对保持心情愉悦很有帮助的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原来你是拉我来开小灶的。那些人废话连篇，你方才也没吃下多少吧？你可太懂我了。我吃吧。蛋羹口感顺滑，入口即化。这调味在香菇若有若无的映衬下，更是将鲜美发挥到了极致，简直天上有地上无啊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面前明明有，非要吃别人的。想吃便吃了。爽脆弹牙。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个烦人精，真想把那一盘点心都扣他脑袋上。
听到了。听到什么？司马娇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又骗我！你不是说你不会读心术吗？我的确不会读心术，只是近日你心绪不稳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只对你。这种精准判断就不必了吧？为什么偏偏针对我？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这是修仙界常有的事。你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是因为神交，所以你不用睁眼之势都能听到我心里话了？这些事，你在陈学府上没听父子讲过吗？廖廷烨啊，廖廷烨，以后还是认真听几堂修真界生理健康课吧。你想的这些，我都听得到。1得1，2得4，3得9。祖宗，不会在我激动时的每一句脑内想法，你都能听得到吧？不至于一字一句那么清晰，不过，如果你要是骂人，那我是知道的。我劝你平心静气为好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这个动不动发怒的！44、16、55、25。你每日除了想吃想睡，还能想什么？害怕让我知道的事儿？您恐怕是对我的认知不够全面了。我在的那个世界，信息爆炸，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东西，恐怕是要超出您老人家的想象啦。我还是背会儿乘法口诀清清心吧。我倒真没见过这样的，不愧是魔域教出来的，让我大开眼界啊！求你别看了。算了，从今天起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。说起来，我和这祖宗神交后没少在心里骂他，莫非都被他听到了？没错。祖宗，求你不要再跟我的脑子隔空对话了。等等，我之前那么骂司马娇，他都没反应，也没恼羞成怒一巴掌打死我，莫非是真爱？没听见吗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要休养生息了，祖宗请自便。请你平心静气，不要搞事。这就是平心静气啊！你有你的床，你回去睡。我的床榻就在这里。
以前入睡不是还有问题吗？现在睡得比我还快。咱俩到底谁是咸鱼呀？花容雪到，齐乐天到，永令春到，永时秋到。今日讲的是神魂与灵府。一个人的灵府是最隐秘的地方，绝对要保护好。若被闯入灵府，非死即伤。夫子，那道侣怎么说啊？安静！哪怕是道侣，也不会轻易进入对方灵府，这是很危险的行为。若你真的有幸遇到能同舟共济、同生共死的同道道侣，或可尝试。但如今你们还年轻，也不知险恶，可千万莫要只顾贪图一时欢愉，而误了大事。怎么感觉我和司马娇像偷尝禁果的问题学生啊？神魂的交融是最亲密的联系，往往一人死，另一人也无法独活。这便是因为神魂的联系太过紧密，感情太过深刻，以致无法分割彼此。所以大家万万不可在此事上轻忽。还没谈恋爱就直接快到生死相许的阶段，我和司马娇现在分床睡还来得及吗？不对，我不知道这些就罢了，司马娇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难道他已经完全把我当作另一半了吗？哎，庭燕，今晚我也不在。哦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嗯。你想要什么吗？怎么这样问？我要出门，你若想要什么，我给你带回来。出差回来带礼物，真的好像夫妻啊。都可以，我不挑。好，等我回来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他怎么这么温柔啊？不会是真的是把我